各位朋友，大家好。在北宋的元丰8年，也就是公元1085年的正月，在位的宋神宗皇帝突然感到身体不适，不能再临朝听政，甚至于没有出席在随后举行的祭祖大典。2个月以后，宋神宗驾崩，死因不明。有人说，这可能是源于北宋皇室的遗传疾病，是从赵光义这一支遗传下来的。以前的皇帝宋真宗、宋仁宗，甚至于宋英宗，都曾经染有风疾，按我们现在的话说，就叫心脑血管疾病。还有人认为呢，宋神宗是忧郁而死。为什么忧郁呢？是因为在这之前，宋神宗曾经发动了5路伐夏的战役，但是却遭到了惨败。经过王安石变法积累下来的钱粮，以及精心训练的35万大军，在这一次5路伐夏中，基本上是损失殆尽。史书上说，宋仁宗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是放声大哭，可见他心里头悲苦之至。但这是不是就是他的死因呢？很难说，至少宋史不是这么说的。在宋史五行水下中记载了这样一句话：元丰末，常有雾大如席，夜见寝殿上，而神宗崩。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元丰末年的时候，曾经在宋神宗的寝殿上看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大如席，大概就像一张床那么大。随后神宗就驾崩了。那么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呢？皇宫内院又是皇帝的寝宫，一定是守卫森严，怎么可能让这样一个大家都不知道的东西进入皇帝的寝殿之内？这肯定不是一个人，是一个物，而且是一个活物。那么他是否攻击过宋神宗？宋神宗被攻击致死，又或者他吓到了宋神宗，宋神宗受惊吓而死，更或者他的出现本身就预示着宋神宗的死亡。目前还没有答案，咱们继续往下说。15年后，也就是公元1100年元符3年，又是在正月，当时已经继承皇位15年的宋哲宗，在正月初4的这一天，突然感到身体不适，就罢朝回到了寝殿。而到了正月12号，突然驾崩，年仅23岁，死因依旧不明。有人说那时候宋哲宗专宠刘妃，最后是阳气衰竭而亡。这个原因呢，听起来不太靠谱。如果是专宠刘妃一人的话，作为只有23岁的年轻的宋哲宗，怎么可能会是衰竭而亡？如果真这样的话，那真应该去查查这位刘妃是否真的有人类的爱弟了。还有一种说法和宋神宗的死因一样，也是忧郁而死。理由呢是说，在之前宋哲宗失去了他与刘妃生的一个小儿子，而小儿子刚刚出生几个月就不幸早夭，宋哲宗非常的悲伤。祸不单行，没过多久，他与刘妃生的一个小女儿已经几岁了，也突然暴病而亡。这双重打击使得宋哲宗悲痛欲绝，因此而亡，这也是一种说法。但是在宋史五行水下中又有了另外一种说法，是这样说的：元符末，右数见，而哲宗崩。这里所说的右数见，见到的就是宋神宗死前看到的那个寝殿中的怪物。这次宋哲宗也看见了，而且看见了不止一次。随后宋哲宗就驾崩了。每次随着这个东西的出现，总会出现一些不祥的征兆，甚至与死亡相连。那么这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它到底长得是个什么样呢？在神宗和哲宗两朝，它出现的时候都是在夜里，所以没有人能够具体描述它长得是什么样子。而哲宗以后，宋徽宗赵佶继承了皇位，而这个怪物似乎也是登堂入室，变得更加的肆无忌惮起来。他以前只是在夜间出没，而徽宗继位以后，
它竟然在白日出现了。《宋史》记载说，至大观间，见昼现。大观是宋徽宗的年号，而且这个怪物似乎越来越想融入人类社会。到了政和元年以后，每当他听到人声，他都要走出来打个招呼。史书记载，政和元年以后，大作，每得人语声，则出。他每次出来的动静都非常之大，若列屋摧倒之声，就像是房子倒塌的声音一样。而他长得什么样子，这时候大家也都看到，史书记载说他其形仅丈余，仿佛如龟，金眼，行动铿铿有声。就是说他形状就像一个小木屋，有丈余，好像是像乌龟，眼睛是金色的，行动起来发出铿铿的声音。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北宋皇宫中的这一场景。每当人说话的时候，冷不丁的旁边就会哗啦啦啦走出一个硕大无比的小屋子，这听起来实在是匪夷所思。而且皇宫重地怎么能允许怪物如此的猖獗呢？那些御林军们难道都是吃素的吗？难道他们就没有想办法去杀了这个怪物吗？他们还真的想，但是他们杀不了。这个怪物每次出来都伴随着一团黑气，这种黑气中弥漫着一种腥臭的气味，寻常人闻到以后头晕呕吐，难以发力。即使是勉强靠近了这个怪物，用刀用枪都伤不了它。但是奇怪的是，这个怪物在皇宫中并没有攻击人的记录，所以时间久了，大家也就不以为意，慢慢的就把它当成皇宫中的娱乐生活的一部分。到了宋徽宗执政的末期，也就是宣和年间，这个怪物就从宫中突然的消失了，跟谁也没打招呼。如果你认为这个怪物不过是一个人畜无害的大块头的话，那你肯定是想错了。就是在宣和年间，在西京洛阳，据《宋史》记载，洛阳城中出现了一个黑色的怪物，如人形，没有面孔，经常掠食小孩。而且这类事情并不是单一事件，洛阳黑色怪物掠食小孩的事件竟然持续了5年时间，一直到了宣和7年才算是终结。有的朋友可能会问，这个东西怎么又会变成人形了呢？不是像一只大乌龟吗？据《宋史》记载，这个东西在皇宫的时候，到后来就经常的变形，有时候变成人，有时候又变成驴。这么一说，就显得这个怪物好像有点 low 了，似乎和《西游记》中的某些妖精很相似。如果《宋史》是这样记载的话，那么不禁让人怀疑主持编纂《宋史》的元朝的丞相脱脱是不是那个时候脱水太多产生了幻觉，写就的《宋史》呢？否则怎么会有如此多的不着调的东西充斥其中呢？不瞒大家说，我其实也有这样的疑问。不过《宋史》确实是这样记载的，而且不仅仅是《宋史》有这样的记载，从汉朝到清朝中叶2000年的历史中都有类似的记载，而且这个东西在史书上还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黑省。根据《说文解字》，省这个字呢是有灾害灾祸的意思。汉代的阴阳学家最早注意到了这种事物的存在，他们还按照五行对它进行了分类，分别是由木之气聚合而成的青省，土之气而来的黄省，金之气而来的赤省，以及水之气聚合而成的黑省。阴阳学家们相信省是天地气机出现异常时候而产生的异物，其中黑省和赤省最为普遍。黑省通常是以黑气的形态出现，而更恐怖的是赤省，与赤省同时出现的通常是血雾和火光。其实不管是哪种省，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不怎么让人省心。它们每次的出现都会伴随着血腥、死亡、灾祸。
刚才我们谈到的北宋皇宫中发生的事情，不过是众多记载中的几例，但是在宣和年间发生的商人事件，却是有关黑省商人的最早的记载。在之后，黑省商人的事件屡有记载，特别是到了明朝时期。明朝也是一个多姿多彩的朝代，不过这个朝代中发生的奇异的事情似乎更加的多。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天启年的大爆炸，至今也得不到一个合理的解释。在公元1476年，也就是在成化年间，当时的皇帝是明宪宗朱见深。在这一年，首先是在民间发生了黑气袭人的事件，而且不是单独的事件，是在京城的各处发生了许多起，此起彼伏。当时有一个礼部侍郎叫尹直的，他一直不相信什么妖气袭人的这些事情，一直斥之为妖言惑众。但是就在这一年的某一天晚上，他突然听到了邻居王家的呼救声。等他带着随从拿着火把赶到的时候，他看到了有一团黑气正在试图从王家的媳妇手里抢走一个小孩。尹直带着随从举着火把迫近以后，那个黑气瞬间消失，不知所踪。随后几天，在京城的各处不断有报告说发生了黑气袭人事件。受袭的老百姓通常是脸部、头部、背部出现了很多的伤痕，而且还流出黄色的脓血，是痛苦不堪。官府怀疑是妖人作祟，还抓了几个倒霉的道人，但是呢，仍然是于事无补。类似的事情仍然是不断的发生，而且愈演愈烈，竟然从民间进入了皇宫。这一天，宪宗皇帝朱见深正在召见大臣。明朝的时候呢，并不是在大殿之内办公，而是在皇极门办公，所有的大臣都是露天而立。那为什么明朝的皇帝不在宫殿内办公呢？我觉得这可能和明朝时候实行廷杖有关系。明朝的时候，皇帝经常用廷杖惩罚那些犯错的大臣。所谓廷杖，就是脱了裤子用大板的打屁股。明朝的皇帝之所以喜欢在露天办公，我觉得是不是因为皇帝在给大臣施予廷杖之刑的时候，不光是想让他疼，而且还想把他冻感冒。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露天办公反而有利于黑省的作祟。就在这一天，这个黑色的妖物来了。朱见深正在台上讲话的时候，一股黑气袭来，周围的大臣侍卫们都惊慌失措。朱见深毕竟是一个有武功的皇帝，他曾经成化离血，打败了建州女真，其勇气和担当绝对非一般的皇帝可比。当时只见朱见深大喊一声，拨开众人，扭头就跑。当时的场面是一片混乱，后来幸亏那些侍卫们反应过来，才保护住了朱见深，没有受到黑气的伤害。这件事过后，明宪宗朱见深非常的生气，他觉得这种黑气从民间竟然最后袭扰入了皇宫，下面的那些部门，比如说兵马司，竟然能够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实在是有失职之罪。同时他也知道这是一种妖异之气，而在皇宫中出现这种妖异之气，对他来说是非常的不利的。我们大家都知道，皇帝是君权神授，所以能够指责皇帝过失的只能是上天，也就是把权力授予他的那一方，应该算是他的上级领导，或者说是他的天爸爸。皇帝不是自称为天子吗？而上天会以他特有的方式向皇帝通告他的工作表现是否得到了上天的认可，所以就会出现什么所谓的天书，什么所谓的祥瑞，当然也会有很多所谓的示警、凶兆。而宫中如果出现了这种妖异之气，就代表着上天对皇帝的批评和警告。通常皇帝呢，这时候就要做出表示，要么下一个罪己诏，要么就自己搬离皇宫到别处居住，而且自己的膳食也要减少品种，降低档次，这就算是做一个姿态了。
同时又要祭奠上天，表达自己的忏悔之情。朱见深也是这么做，朱见深没有下罪己诏，不过他决定去祭奠，他去了城隍庙，不过他不是去忏悔，而是到城隍庙把那些被供奉的神明们臭骂了一顿，说他们尸位素餐，只享受供奉，不出力，以至于妖异出现在了京城。据说当时是把城隍庙的那些神明们气的是不行不行的。骂完了这些神明以后，朱见深也没有放过他身边那些办事的人。在之前，明朝的皇帝已经有了锦衣卫和东厂这两大特务组织，这时候朱见深觉得这两个组织现在是越来越没用了，竟然能够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于是朱见深专宠的万贵妃就推荐了自己身边的得力的小太监，一个叫汪直的人，来帮助皇帝打探一些情报，重点就是要查这次妖异之事。汪直和他手下的那10几个太监怎么可能会捉妖呢？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抓人，他们有了意外之喜。通过调查，他们查明有一个叫李子龙的道人，用符咒之术勾结内宫的太监，让李子龙进入了内宫，而且还在皇帝的御榻旁休息过，对皇帝意图不轨，这在当时也是一个了不得的大案。朱见深杀死了李子龙和被收买的太监以后，对汪直他们这些人的办事能力也充分的予以了肯定，所以就命令他们在调查妖异事件之外，还要调查臣民的一些情报。这些人的工作还是很得力，很快呢就查明了几桩大案，越发得到了朱见深的信任。后来就干脆以汪直为首，成立了另外一个特务组织，与东厂并立，这就是历史上的西厂。据明史记载，成化12年，黑省献宫中。随后朱见深命汪直调查，就这样成立了西厂。黑省不光是出现在成化年间，在正德年间更是大规模的出现。在正德5年、6年、7年这3年间，在直隶这一带数百里的地面上连续发生了黑省的伤人事件。当时的地方志是这样记载的，说他患如猪犬人物之形，抓人腹如针化，流黄水乃死，夜更多，人借机铜器逐之，夜不寐，后亦见白昼见之者，又曰黑省。在以后的嘉靖、万历都有相关的记载，可以说是从未间断。进入了清朝以后，类似的记载就开始变得明显减少，一直到了清朝中叶以后，黑省的记载突然间就消失了。什么原因，没人能够知道。其盛也勃，其亡也忽。他的离奇的消失，使得本来关于他的扑朔迷离的真相变得更加的隐秘。黑省到底是什么？恐怕用我们目前所知道的科学知识，无法对它做出一个准确的判断。而在历史上，在将近2000年的时间里，在全国各地，从河北一直到广州，都发生过类似的事情，都有着类似的记载。很显然，黑省在历史上是一个普遍存在的威胁，而并不是某一个地方上个别造出的谣言。而且这似乎也很难用巧合，或者说是因为古人因为知识贫乏而说的一些虚妄之语来解释。黑省的出现总是带来了灾祸，对宋朝尤甚。宋朝历史上有能力有作为的2个皇帝，宋神宗和宋哲宗，都是在看到黑省以后驾崩的。试想一下，如果宋神宗和宋哲宗2位皇帝，哪个皇帝多活10几年，那还有宋徽宗什么事儿？黑省虽然并没有伤及宋徽宗，而且似乎是与宋徽宗是和谐共处。黑省没有给宋徽宗送终，但是却让宋徽宗给北宋王朝送了终。古人云：国家将兴，必有真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
古人对此是坚信不疑。那么古人之所以坚信不疑，是因为他们看见了，所以才相信呢？还是因为他们相信，所以才看见了？现代的人不再相信这些没有科学根据的无稽之谈。那么这样的不相信，是因为他们没有看见吗？还是仅仅是因为他们不相信，所以看不见？这又是一件让人非常头疼的问题，真是一点儿也不省心。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看，欢迎大家点赞订阅，咱们下期节目再见。